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们接手这个项目，价格、付款条件、到货时间、施工时间，服务方案、人员配比、响应时间，包括维保，你们能给到我什么样的条件？不要保留，随便说。女士先行。好，我先来。杜总，惠康在响应速度和备品库存都是一流的，这也是其他公司不具备和最容易忽视的亮点。这样，我愿意给您提供的是增加1年的维保，然后24小时响应你们的应急事故处理。再一个，增加3名驻场工程师。这些的价值您自然是知道的。那关于维保，你提供的1年是上限吗？以惠康的产品质量，维保1年足够了。杜总，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了解了。业界有个常识，一个项目策划人或者一个项目的主导人，他不是技术出身的话，他就帮您约上。要么不出错，一旦出错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个报表，请您检查一下。我话多了。那么周总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，骆总提供的维保方案，你们捷科能够同时提供吗？或者说，骆总，你们惠康能提供捷科提出的施工方案吗？那么价格呢？请2位交出最后一次报价。我看也没有必要背对背报价了，2位竟然又一次给出了同样的价格，那就面对面唱标吧。谁先？这次周总先吧。1亿6600万。16550万。16500万。16400万。骆总，你确定？骆总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恭喜！节哀。低价竞争，彼此。我也没想到你会出到1亿6500。我是真的佩服你的魄力。你心知肚明，毫无利润，你还要坚持压我一头。你现在可以跟我道歉了。
我输了还要道歉？你如果现在跟我道歉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接受。5、4、3、2。哎，你好，陆小姐。我看您预约了下周日注射第3针黄体酮，如果不连续打呢，会造成经期紊乱，严重的可能会加速卵巢衰老，所以您一定要按时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周日见。好，再见。周瑞，杜总，投标是技术，招标是艺术。今天你跟骆总的表现，也算是在我招标史上留下一笔了。但你说，这个骆家真的是这么势在必得吗？杀敌1千，自损800。你甘心认输？杜总 ，ONT 这个项目，我不认输。骆家这个人，我认输。好。这个酒呢，是你们陈总送给我的，我呢又不懂酒，放我这是浪费了。不，这是我师傅送给你的，拿着。到底是为什么，骆总？你是不是也太任性了？骆总，你清楚你的报价方式会让我们造成多大的压力？整整低于底价100万，林总签字同意了，别的股东都跟着被迫。效益怎么办啊？您说是不是？哎，骆总，要不然你还是跟林总谈吧，合同我们部门没办法的。惠康的所有部门，上到财务、法务、市场，下到保安保洁，哪一个不是靠我们销售部养着的？我们要是输了，你们哪有合同签？哪有报表做？底价？哼！
我告诉你们，我骆家的价就是惠康的底价。说到底，这公司不是姓骆的吧？待会儿骆总，你都这么说，就你一个人说了算吗？什么叫你以为谁让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啊，走，离开我们小肉铺！离开上面还有领导。快走！走啊！就你们市场部事儿最多。周总回来了！周总回来了！周总回来了！他心情不好呀。书又来了。我现在啊，还真的有点怀念魏总了。哎，内部消息啊，团队要重新划分，怎么选？选哪边儿？你们啊，早点打主意啊！最怕这个了，我选周芷了。你有什么难的？你那么迷这个周瑞，你肯定选周瑞啊！你不像是肖云，人求稳，估计得选魏总。小叶的更别说了，肯定也是魏总啊。天哪，这么大的红包！周总发的，群里，连着发的，200一个，已经10个了，还在发呢！真的红包鱼，快来，群！哇，这是不是有了？是不是有红包？哎，有人点了吗？不敢抢呀！不敢点。哎，你们听，你们要再不抢，以后我就不发红包了。快点！赶紧！抢多少钱啊？小雷抢多少钱啊？这么少啊！抢多少啊？哇，抢了个大包裹！我觉得，在输的时候，我们才更需要被鼓励。红包也来了，接着。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吧？输了就有红包抢，抢吧，使劲抢，使劲输。你多少？我抢了28。进来。周总，找我。你的愿望要被迫延迟了。我懂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找我。查一下这个人的地址。好。父亲请罪来了。是吧？我承担后果。我都承担不起。你怎么承担？惠康触碰了我的底线，他们赢了也相当于输了，亏本的买卖我做不了。公司的现状，我相信魏总比我更清楚。换成是你，换我？这不是轮不到我吗？这种假设我不参与。这个季度回款率历史新低，公司账上现金不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人员开支都是问题。本来希望都寄托于 OT， 现在你们俩说说有什么打算？我刚来北京，魏总先吧。下个季度，我分管的业务部门业绩先提升20%吧。20%？
林总，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晚点再去给你汇报？赢了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因为这次跌破了我的底线，但如果不在价格上破釜沉舟，我们一定会输。哎，看看我新买的这件联名款的怎么样？直播的时候很多人问呢。嗯，挺好的。你说我是该奖还是该罚？您随意。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很多部门围攻了？习惯了。那我就选择中立。毕竟你赢了杰克，从长远看，既不损害公司的利益，也符合我的计划。唉，真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呢。老板，你这脸，阎王好见，不好过。你这是较了多大的劲儿啊，才能把鞋跟踩成这样？行，那你跟我说说吧，你这双巧手是怎么让我的鞋恢复原样的？我们家的鞋都是要空运到原厂去维修的，但你这鞋跟吧，早就停产了。但我想着你肯定希望色泽跟高度都不变，所以我就跟厂家沟通了，我说我来提供鞋跟，他们来负责重组。可是我那鞋跟已经扔了呀。你这双鞋还在呀？虽然你这款鞋啊是限量款，但中国至少还有200双销量。我想这万一有人买了没穿，或买个2手什么的，结果还真让我找着了，一双在南京，一双在香港，都是9.5成新的，正好跟你这匹配度相似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你自己花钱买了一双鞋，就是为了给我配个鞋跟儿？哎呀，您别着急，我这跟卖家商量，能不能以物易物。再怎么地，也是都是你自己的钱。我们员工有权限的。我把优惠券呢给了卖家，卖家能跟我们买鞋，就能把鞋跟给你修了。你说这不一举两得吗？小乐，我能夸你吗？吓我一跳，这事儿我喜欢，大材小用的。真的，我挺喜欢买鞋的。拿着。那这顿饭我还是得请啊。真不用，佳姐。我教你件事儿啊，永远都不要对客户说不。你们2个位置换一下。人信不过了，只能信命了。今年的会议主要是制定下一季度的销售计划。我先给大伙透个信儿啊，魏总已经表示要带领团队为公司提升20%的业绩。周总，你说说你的想法吧。首先跟大家伙儿道个歉，ONT 项目没拿下来是我的责任。刚刚接手华北地区的业务，确实没有魏毅总这么有信心。提升20%，除非算上我华东的业绩，
华东你就不要想了。正好你提到这个事情，我在这个例会上宣布一下，公司对你们2位区域划分的决定。董事会基于捷克的现状，基于公司发展的趋势做以下调整：任命周瑞为北京地区销售总监，直接向我汇报；任命魏延为华北区除北京地区以外销售总监，向我汇报。团队重组，你们俩自己调配人员名单。1个季度结束，没有达到业绩指标的那组出局，不管是谁。负责人直接领 PIP， 其他区域也一视同仁。伟强，你说一下东北区的情况吧。我们区呢，陈总，要不我等会后单独跟你说吧。好。小叶，哎，你说。好。北京区的业绩乏善可陈啊！北京有那么多的部委，那么多的大型总部，银行、通信、运输，随便一个单子都能顶得上一个省的体量。所以我认为，北京还是有很多潜在的机会。新的季度就看我们怎么抓单。但我实话实说啊，咱们也不要低估竞争对手的实力。让我1个季度把北京的业绩提上来，我认为我做不到，我觉得不可能。有可能。我们逐个看。这些是北京大中型客户。我大致算了下，如果能一单一单的做下来，超额完成是有可能的。周瑞，你看到这个名单，还觉得那么不现实吗？周瑞，努力吧。好，就这样了。我再宣布下一个任命。你看一下这个。好。你好，陈总，我是杨璐。杨璐，董事会决定从即日起，你负责整个华东地区。向魏总汇报。陈总，我能考虑考虑吗？现在还有15分钟时间，各部门老大汇报一下未来1年的工作状况、项目进展。汇报的时候有问题的话说解决方案。哎，不是演习，不是演习！哎，别走这儿，别走这儿，都走上风通道，不要走电梯，这边走楼梯。哎，我这儿走，我这儿。哎，注意安全，有序离开。哎，哎，有序疏散。哎，我停，我停。这他妈谁干的？周总，你一来北京就跟火警干上了，够旺的你。魏总，我是新官上任，还差一会儿呢。陈总，周总，没有发现明火。
什么时候能结束？消防员应该还在排查，等他们评估完之后，我们就能重新回到办公室了。机房呢？机房有事吗？没事。啊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方威，行政部的。啊，你去弄点咖啡什么喝的，每人1杯，我请客。哎，好。这谁干的呀？谁跟公司有仇谁干的。不过公司这次裁员也确实得罪不少人，没一把火给楼烧了就不错了。刚才大家集体虐我的时候，只有你没说话，但我感觉你不是没话说。罗总，我要说就说实话，但实话伤人。其实昨天售前、法务、财务他们说的也是实话，我也不在乎上与不上的，你说吧。其实我们技术部不太在乎您的报价是多少，我们只对之后的技术方案负责。周瑞是技术出身，我也是，所以我就特别明白他的意图。说重点。周瑞的方案，那就好比您要盖一个3层楼，他给您挖了一个30层的地基，您挖得越深，投入越大。现在来看，太谨小慎微了。但是将来你要加盖10层、20层的时候，您就能明白他的方案未来就省大了。罗总，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。要论输赢的话，我们只是赢了1时。哎，刘工，你的实话怎么那么好听呢？我知道了。雷哥，舒服吧？凭我这么多年经验，这肯定是公司与公司之间，要不就是部门与部门之间，人家故意搞的破坏。华东的老巢你是回不去了，北京也不是你说了算喽。师傅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是让咱俩换身披挂，互相捅刀子。20%的业绩，不是你把这刀子递给他的吗？我们是同门师兄，既然老头要咱俩斗，那就真刀真枪的干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我魏延也算对得起他了。行，我接招，你先挑人呗。原有团队包括叶朝东，都算我送的。叶朝东？马冬梅。你舍得啊？北京区他算是把好手。我要是真把精兵强将都带走了，就算赢了业绩，也是胜之不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大，理解我，之前没跟你商量就答应了。几十口人得吃饭，你也说过华东让我先扛着。周总，陈总让你过去一下。这边。师傅，查出来了，出发活计领的是原来你们技术部的田承洲。公司开了这么多人，只有1个人过来报复，可以了。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我既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损失，将心比心，就不去追究了吧。您觉得呢？周总，杜总的车。杜总，哎，周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啊，这是 ONT 有可能会遇见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虽然这次我输了，但是我希望您引起重视，请务必看一看。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！没签合同嘛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即便签不成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要不去我家坐坐？为了避嫌，没去公司找您，到这儿找您，已经很难过了。行，我会认真看的。哎，来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餐厅啊，豪华餐厅，自拍一个，看镜头，来呀，快看镜头，笑一个。哎呦，这不周总吗？哎，周总，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来，请。周总，哎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我是法斯特未来科技的曹天佑。哦，那天我现场啊，亲眼目睹了您毁方案的壮举，鄙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！我做梦都想成为您这样的人。哦，那天你也在现场？啊，我在呢。ONT 啊是高端物流企业，为了能进去旁听啊，我托了点关系，见贤思齐嘛。哎，来，请坐。来，这是什么鬼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周总，您坐这儿来。哦，这儿就行啊。好，行，听您的。小叶啊，你们周总啊，真豪杰。哎，来，给我。来，宝贝儿，好，没事啊，宝贝儿。你看，这只偏远山区的清远鸡，只有这3天是最佳口感鸡。不柴不腻，吃起来啊皮滑肉嫩，多1天肉就老了。这只鸡从广东清远的山区来到您的面前，您才用了几天？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吧？3天。来，小叶拿着。就3天。正是因为有了我们法斯特未来科技，就是那个法斯特协议。大概其听明白了，你们呢是做了一个农村的物流项目，是吧？对呀。坐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周总，您刚才这句话太绝了。我呀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把农村闲置的这些中巴车、货车、拖拉机、农用3轮，包括牛车、马车，都给它共享起来。那可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物流大军呢。周总，您可千万别觉得我是个骗子。不，没想您。真的，我们公司之前和惠康合作过，他们的服务器比你们便宜，但是我老曹做生意的理念就不是图便宜。这次啊，能跟咱们捷科合作，冲的就是咱们捷科服务器稳定性高来的。曹总。我就免费送您一句专业的用语吧，请讲。您呢是想通过这次设备的更新换代，成为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旗下的农村物流公司。就是那个大型对，是这意思。叶总，麻烦您啊，把周总刚才说的这些话给我转成那个文字发我手机上，这字儿有点多，我有点拗口。但是周总，我今天啊见到您，我真是我就属于那种胜读10年书啊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那个小叶，照顾好周总啊。接下来我献歌一曲，这首歌献给我敬爱的周总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叶总。
佳姐，坐。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佳姐，我可以随时上班啦。你不介意从我的助理做起吧？我求之不得呢，怎么会介意？工资可没你想象的高啊！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哪有要饭的海鲜饭馊啊？进。陆总，你让准备的录音笔我拿过来了。带他去人事部办理入职手续吧。好的，跟我来吧。好，走啦。小乐，怎么了，佳姐？以后当着别人的面儿叫我骆总。骆总，助理都是做什么的呀？先从做好会议录音整理记录开始。喂，杜总，请指示。现在让 ONT 项目组各部门老大都过来。啊？开个会需要那么多人吗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之前标书里呢，只是提出了我们的要求，但是当局者迷，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。这里边呢，是一些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有技术方面的、售后方面的、模拟事故处理等等。啊，午饭前我会来收卷子，然后请大家在食堂用餐，写也可以，录音也可以的。周瑞的方案，现在来看太谨小慎微了，但是将来你要加盖10层、20层的时候，您就能明白他的方案未来就省大了。罗总，我们的方案太短视了，这谁出的题呀？那么这次我考试交了白卷儿，是因为我看到了卷子背后的东西。您心里的标准答案可能只有2个字：合作。满分。其实，即便您不这么说吧，我也想找您谈谈这个事儿了。我们呢，想到一起去了，请甲方走技术变更流程吧。那你心里一定有一个预想的份额吧？我听听。一切都是为了客户。我们愿意拿出10%的份额给捷科，也是为了客户，是为了客户的系统具有更大的可扩充性。从生意角度上来说，杜总，我们惠康这次可是吃了眼前亏了。以往在销售界合作的案例也不少，你怎么就能确定周瑞会同意啊？为了10%的份额，来成全你惠康的大度？您说实话吧，这次的合作，在您心里的意向真的有那么强烈吗？我当然是乐观其成了，但是我不太确定你们林总能否答应。领导也需要管理预期。30%。杜总，甲方这样可太欺负人了，30%不可能。10%太少了。30%我真做不到。行，那这样吧，我们都回去商量一下。签合同之前，我把结果告诉你，可以就合作。我等您消息。机会只有一次。没问题。